記住，窮嘅人越拜佛就越窮，越有錢嘅人就越燒香越有。咁即係嫌貧愛富啫，燒香拜佛咪同一樣嘢咩？我話你知啦，越窮嘅人咧越想發達，想天氹啲錢落來；越有錢嘅人越想平安，想身體健康。咩道理嚟㗎？經常去寺廟燒香拜佛嘅人，有冇察覺一個普遍嘅現象？嗰啲成日去燒香拜佛嘅人，大多數都係窮人，而且窮人燒香拜佛嘅頻率遠遠超過有錢人。咁結果點呢？窮嘅人燒香拜佛之後依然係咁窮，有錢嘅人燒香拜佛之後就越有錢㗎。點解聽落好似佛祖菩薩都會嫌貧愛富大細超嘅呢？唔通佢哋淨係保佑有錢人，定係窮人燒香拜佛嘅方法唔啱啦吓？咁阿婆正話都講咗啦，窮人求神拜佛係求啲乜嘢嘅呢？求發達、求天降橫財、求一夜暴富等等不切實際嘅願望。點解會求呢啲呢？因為窮人認為自己之所以咁貧窮，肯定係因為運氣差噶啦，成日怨天尤人，將不如意歸咎於他人。咁所以佢哋求神拜佛嘅目的就係想脫離貧困，想翻身啊嘛。所以佢哋就會將自己嘅心願寄託喺虛無縹緲嘅神佛身上啦。平時唔見咁努力嘅，但係一講到燒香拜佛就好積極，就好似過年貼對聯咁，以為貼咗張恭喜發財就真係發財噶啦，以為去寺廟燒香拜佛求乜就有乜。咁如果係為咗求財而去拜佛嘅話，一旦有咗呢一種愚痴迷信嘅諗法，注定一世貧窮。點解呢？因為努力嘅方向就已經錯咗啦，甚至佢哋以為拜完之後就掂水噶啦，翻到正常嘅生活環境，冇作出任何嘅改變，依然係咁消極、咁悲觀咁面對生活同工作，只索取不付出。呢一個就係窮人越拜越窮嘅原因啦。甚至你可能仲會聽過佢哋喺度抱怨，都唔靈強嘅，有冇啊？生活上有冇呢啲例子啊？再睇翻點解富人又會越拜越富呢？因為富人去求神拜佛嘅目的係想通過拜佛嚟令到自己心靈潔淨，對事物可以更加專注。咁簡單啲嚟講，富人原本就已經好有錢噶啦嘛，所以佢哋去拜佛嘅目的唔係求財，係求一啲同金錢無關嘅嘢，例如話身體健康啦、家庭和睦、仔女成才、夫妻和睦、平平安安等等嘅嘢。咁金錢已經到達咗佢哋想要嘅水平啦，咁自然覺得心靈空虛噶啦嘛。咁空虛自然會追求啲精神上嘅文明，所以佢哋就將呢一份空虛寄託俾神佛啦。咁第二點，窮人燒完香拜完佛之後係冇作出任何積極嘅改變，而富人燒完香拜完佛之後，因為心存對佛嘅感恩同埋敬畏而約束自己，防止自己行為失當，保持富有，反而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強大。仲有關鍵嘅一點，窮人係冇嘅，就係富人去燒香拜佛，唔單止唔求財，仲會去捨財。燒完香拜完佛之後，佢哋會去做布施，注重行善積德，關注社會和諧，積極為社會做貢獻。佢哋意識到財富嘅背後仲承載住社會嘅責任。有句說話，窮則獨善其身，富則兼濟天下。咁呢句說話從古至今都咁有道理嘅。古代晉商就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啦。咁晉商秉持住商道愚行嘅信條，喺清朝光緒年間旱災時期，面對災情，晉商施足防範，救濟災民，將商業嘅成功同社會貢獻作為結合，贏得社會嘅尊重，事業自然蒸蒸日上啦。所以你見到好多有錢人都好中意做慈善嘅，布施得越多就越富有啊嘛。咁呢一個就係因果啦。而窮人唔好話做布施，唔好話捨財啦，就連香燭錢嗰條數可能都唔捨得，咁何來富貴嘅果呢？呢一個就係差別啦。所以古人認為，窮人越拜佛就越窮，富人越燒香就越富，就係咁解啦。咁當然呢一句話亦都唔係話絕對嘅，窮人未必奢望金錢，富人都未必知足啦。例如話潮汕人、香港人仲有福建人咁樣啦。佢哋俾我哋嘅印象就係富有，而且好有神心，尤其係潮汕人好團結，有濃厚嘅拜神習俗。除咗祭拜佢哋嘅祖先之外，佢哋仲會拜佢哋認為有靈性嘅嘢，好似真係越拜越富有嘅喎。呢一個係因為佢哋有信仰，有自己堅守嘅嘢，有底線，有原則，有精神寄託同埋支持，所以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強大咯。
咁亦都有啲越拜越窮喎，例如話阿卡日日燒香拜佛，樣樣以神為先，但係暫時富唔起嚟，因為佢哋求神拜佛，淨係識得向別人求，淨係識得索取，咁點得至得㗎？所以呢個世界係公平嘅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。如果一味淨係識得索取嘅話，只會越嚟越差。燒香拜佛只不過係心靈嘅寄託，如果自己唔去努力，佛都幫你唔到啦，係咪？無論係窮人定係富人，想要改變命運嘅話，必須要調整好自己嘅心態，做好規劃，然後付諸行動，而唔係燒香拜佛啊！你話啱唔啱呢？咁好啦，到最後又輪到你發揮咯，你又點睇？窮人越拜佛就越窮，富人越燒香就越富呢一句說話呢？如果佛祖俾3個願望你，你又想求乜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